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博士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觉得在爱情当中，常常过了2-3年之后，那个爱情的感觉就消失了，然后两个人好像就常常会因为小事而争吵，然后觉得好像失去了那种当初恋爱的感觉，或者是觉得自己不被爱了。其实呢，这和我们如何谈情说爱有关。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谈一谈有关于爱的5种语言，知道自己是哪一种语言吗？我们今天就来探讨看看吧。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在谈跟心理有关的，所以是关于两性关系、恋爱关系、跟自我成长、自我内在或心理疾病相关的一些议题，我们都会讨论。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按下小铃铛，这样子我们未来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就是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每天只要看到他的简讯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又或者是见到这个人感觉自己眼睛都冒泡泡了，然后觉得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粉红爱的泡泡的世界里头，一切都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开心。而这样子的感觉呢，大概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消减了，就开始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不爱我了，又或者是觉得怎么我们没有以前那样子的激情了，又或者觉得怎么做些事情开始觉得不耐烦、无聊，不想跟这个人一起做，甚至觉得常常在吵架，然后就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爱的尽头，是该分开的时候了。我想这是我们一般人在一段关系里头常常会看见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有一种新鲜期，那在这样子的热恋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因为我们大脑里面也充满了脑内啡，也就是 oxytocin。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啡高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当我们开始跟人相处久了之后，我们自己的内在跟我们对象他们的本质的一个呈现，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的摩擦，那也会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没有像之前这么的爱。但也许这不是不爱，而是我们也许不知道要怎么样用对的语言去让对方知道我还是爱你的，又或者是我们在爱里头没有感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在美国呢，有一位作家呢叫 Gary Chapman，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爱的5种语言》。那我觉得对很多人呢都有一些帮助，能够了解我们在爱里头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爱，让对方知道说其实我这样子是爱你的方式。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能够增进彼此对彼此的了解，也能够让对方知道怎么样去和我们相处，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被爱的。第一种呢，就是爱的语言充满了正向和肯定的语言，Words of affirmation。 那这个所谓的 Words of affirmation 呢，其实就是指说你对对方充满了一种赞美跟称赞。例如说呢，像对方如果做了某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好，那你可能就可以让他知道说我非常欣赏你做这件事情，又或者是我非常感谢你做这件事情。那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华人在这一点是觉得最难的一个部分。因为呢，我们从小到大比较习惯就是你这里哪里没有做好，你这个做错了，然后我们接收到的讯息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父母常常都在跟我们说，你怎么没有考100分呢？为什么你会做这一题呢？那为什么你这个没有做好呢？你这个碗没有洗干净哦。我们常常都是在挑剔的环境下成长，所以我们也很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和对待他人。所以呢，我们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不断的会很习惯的要去挑剔别人，然后甚至让对方知道说，其实我这样是为你好，因为我希望你可以更好。但是呢，接收到的那一方不见得会觉得这是一种爱，而会觉得自己被批评了，甚至引发了很多的自卑啦，或者是觉得很丢脸啦，因为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被批评了、被攻击了的那种感觉，而会想要离开。所以呢，其实在关系里头呢，我们可能尽量的试着不去说对方不好的地方，而是去针对你觉得他做得很好的这些给予赞美。例如说呢，
你很希望他能够帮你带小孩，那当他有在跟小孩玩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我今天看了好感动，你今天肯花这些时间陪小孩，我觉得他们也特别的开心，让对方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即使是一点小事，都有被看见。每一个人都期待被看见，每一个人都期待被爱。当我们另一半能够感觉到他是被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是被看见，然后他是被爱的，那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而他也会愿意做的更多。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礼物的赠予，就是 giving gifts。在礼物赠予的部分呢，其实是一种有收到礼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有些人可能就想说，那如果我的对象是喜欢这一种的话，那我不就要破产了？因为我要常常一直买东西，哪来这么多钱啊？在追求的时候就要花很多钱，要买花，又要带他们出去玩，又要做这些要买东西的。追到手之后还要继续这样子，那我就没有钱啦，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哦。不过我想，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喜欢接收到礼物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接收到一些礼物是一种爱的表现，一种具体的呈现，不见得是要很贵重的礼物，而是呢，你有心意在那里头。例如说呢，你看到你的另一半可能他很需要买一个好一点的包包，但是他舍不得买。也许到了他生日的时候，你买他很需要的东西送给他，又或者是呢，他曾经就是心心念念的说，哦，我好想要这个东西了，算了算了，先不要好了。那你记得他很想要什么东西，但是他却没有自己付诸行动，而你记得，然后去送给他很需要的东西，或他曾经很想要的东西，会让对方觉得你把他所需要的事情跟他想要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上，是那一份心意会让他觉得你对他来说是非常用心的，而他对你而言是重要的。第三个，有品质的相处。所谓的 quality time， 其实呢，就是指说两个人能够互相的陪伴。那两个人一起有品质的陪伴，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还蛮重要。我们在跟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做亲职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告诉父母，我们必须要对孩子有一个有品质的陪伴。那什么叫做有品质的陪伴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陪伴对方的过程当中呢，不受干扰。也就是我在陪小孩玩的时候呢，我不会自己在这里玩手机，然后让小孩自己去玩积木，而是我跟你一起玩。那在我们跟我们的爱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我的对象他喜欢的是有品质的陪伴，那么在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会花一段时间陪这个人，陪他好好聊天，或者是陪他一起散散步，陪他一起做一件事情，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在过程当中，我们不受打扰，把你的专注力放在对方和对方一起做的这件事情上，那会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是受到重视的。其实呢，这样子呢也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心灵的交流。所以呢如果你的对象是喜欢有品质的陪伴的话，记得花一点时间陪陪他，然后不受干扰，不受打扰，然后专心的聆听彼此说话。那不要去打断对方说话，或者是急着去给建议，而是尽量的去了解彼此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尽量的去沟通，这才是一个有品质的陪伴所该有的一个样子。第四种就是服务，一种服务的行动，也就是 act of service。那所谓的服务的行动呢，其实在这里指的就是呢，你可能为对方做一些事情。例如说，他可能起床的时候他会口渴，那你帮他去倒一杯水，拿到床边给他喝，这会让他觉得哇，你好重视我，你非常的疼爱我。又或者是他需要做些事情，他的 project就是非常的忙，赶不完了，那你可能愿意为他牺牲一点时间，帮助他完成他需要做的一些作业。又或者是说呢，在他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帮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可能会在其他的事情帮忙，例如说呢，帮他点晚餐啦，又或者是说帮他整理其他的部分啦，帮他去把剩下一些家务事做完啦，那也会让他觉得哇，太好了，你愿意帮我做这些事情，然后让我可以完成我该做的事情，让我觉得自己备受关心，然后备受宠爱的感觉。那这就是一种服务，为对方服务的一种行动。第五种则是身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 那这个部分呢，比较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表现，那不见得说就是一定要天天都在床上。例如说走路的时候可以牵着手，
又或者是呢，看着电视的时候呢，可以搂搂肩，或者是抱在一起，又或者是在每天早上起床还要出门之前呢，给彼此一个爱的抱抱，告诉对方，我希望你今天会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好开心见到你回家了，告诉我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身体上面的接触呢，其实会带给对方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这样子就会让另外一半觉得说，哇，你很爱我，这就是身体接触的另外一种的爱的语言。那我们今天谈完了这5种爱的语言，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爱的语言呢？很简单，我们这里有2种简单的一种分辨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试着去回想，如果你现在是在关系当中，又或者是你曾经在关系里头，试着去回想，在一段关系里头，对方做了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也许是身体的接触，例如说给你一些爱的抱抱啦，或者是随时随地牵着你的手啦，或者是会常常给你一个搂搂肩啊，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又或者是对方时不时送你一个小礼物，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又或者是你觉得你非得要有一点时间，好好的跟对方好好的谈一谈，坐下来有一段品质的陪伴，想一想对方做了哪些事情是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那也许就是你的爱的语言。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去衡量自己在爱里头期待的是什么。有另外一种呢，则是对方做了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生气。例如说，对方如果在生日的时候呢不给你礼物，你会不会特别的生气，特别的失望？又或者是说，当你在忙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完全不是一个神队友，根本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且看不见你其实非常的忙，没有办法把其他事情做完，会让你特别的生气。想一想，在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哪件事情会让你特别的生气，然后就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踩雷的东西，那也许这也是你的爱的语言缺乏的部分，在关系里头他可能没有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感觉，因为你需要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爱的语言需求？其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学到的所谓的爱的语言是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例如说呢，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很习惯的不会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但是呢，他会为我们做非常多的事情，例如说把饭煮好啦，或者是帮你把一些事情都安排好啦，会让你觉得这样子就是所谓的爱。所以呢，当我在和我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我也会去煮饭给他吃啦，或者是帮他把事情安排好啦。对于他来说，我会觉得我为他做一些服务的行动，就是我爱他的表现。但是我们并不晓得对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接收到爱。那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呢，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就觉得爸爸妈妈常常都没有送我任何的礼物，他们甚至就是随便一个别人送他们的东西就拿来送我了，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呢就在心里头画下了一个伤痕。所以长大之后呢，就会特别的在意别人是不是有用心的送你礼物。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爱的那个缺乏的部分，很多是来自于我们的过去。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当中能够把这个部分能够补足。那我们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必须要第一先检视自己，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试着去让对方知道，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我特别感觉自己是被爱的，让彼此都能够沟通，尽量的去做到让对方开心，那你们的感情就能够加温。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先谈到这里哦。我们在下面呢，影片下方呢，我们也会附上他所谓的爱的语言的一个自我检测的量表，那你可以去测验看看你自己的语言是哪一种。那当然就像我们一般可能会讲个2-3种语言，你的爱的语言也可能有不止1种，可能有2种甚至3种，那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能够先了解自己，然后多跟对方沟通，我们在爱里头就能够持续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影片呢，觉得对你自己或身边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然后最后帮我们分享出去，让其他人能够收到这样子一个好的资讯。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频道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这样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手接收到通知。今天就先到这了，我们下次见，拜拜。